亲爱的灵魂家人，对于你的爱情，你有哪方面的期待呢？今天我们通过塔罗牌占卜来连接一下月老，看一下他安排谁来宠爱着你，会是怎样的爱情，会是怎样的爱人呢？以及这个人到底出现了吗？你需要在遇见缘分的时候，主动积极的创造机会，抓住机会，积极的去争取追求吗？我们通过塔罗牌来给你一些指引哦，并且看一下月老他有哪一些提前的讯息给你，让你准备好，不再错过缘分，让你准备好可以抓住好的缘分，好的恋人。那目前桌面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来进行能量与牌卡的连接选择，所以要来先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让我们集中能量，排出杂念，不用头脑逻辑思考去进行牌卡选择。所以现在呢，请大口呼吸，跟着我做。如果可以的话呢，请闭上眼睛，吸气，吐气。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月老，你安排谁来宠爱我呢？感谢你的指引。我将显化我的爱情。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月老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选择好后点进去就可以聆听月老要给你的讯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当然，请在阅读牌卡讯息之前呢，我们在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接受宇宙祝福，接收宇宙给自己的爱恋，接受月老的幸福等等这样的一个字样哦，跟我们整个视频进行最准确的连接，也可以表达一下你对宇宙、你对月老的感激之情。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月老安排谁来宠爱你呢？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牌卡。那么今天的占卜讯息呢，也是一部分一部分为大家进行传递。首先，我们出现了水星这张牌卡。水星呢，代表着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吸收资讯的能力，还有一个人的智慧。可以看到当下的你有着自我的反省、自我的觉知，就像是一只狐狸观看着周围的风景一样。你正在检视着周围的一切，倾听自己内心的智慧，也在去寻找到清晰的想法、目标和规划。其实近期呢，你自己还是比较专注的，心态呢也是比较开放的，是拥有很好的心智。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可以有效率的去做沟通，在语言上或者是在书写能力上都是可以去展现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展现自己的一些聪明智慧的。而且呢，也会让别人相信、肯定并且佩服你。你可以用积极的方式很好的去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观点，语言沟通能力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能量好的时候呢，对于外界的讯息，你都会快速的吸收，自己的学习能力、感悟能力是蛮强的。而且对于讯息的这种分析、重组、储存，表达自己的意见，你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很有弹性、很有适应能力强的这种过程里面。在日常生活的聊天啊、写作啊、设计啊、演讲啊、教学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是身体、心智、知性交流的活动里面呢，你都是可以进行很
活力的互动模式的。有时候呢，能量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错误的记忆，或者是思考反应比较慢。那周围有的人可能近期也会出现一些八卦，或者是不完全真实的一些谣言，也可能出现了一些伪装。没有关系哦，近期呢，你只要保持正念，然后自己呢注意口德，在别人讲八卦、闲言闲语的时候，你不要去参与进去就好了。这些呢，就是可以摆脱一些暗黑破坏的能量的，让你慢慢的脱离、远离不健康的人事物、不好的偏桃花。而且近期呢，你也有蛮多治愈自己的能量，治愈人际关系的能量。对于你自己呢，你会更加的有自我保护的重要性。你也会先爱自己，然后再把你的爱分享出去。你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情感、自己身心灵上面的健康。对于过去的一些情感创伤或者是担心、焦虑的话呢，你已经慢慢的可以放下了，你已经可以慢慢的治愈自己了，给予自己更多的一些积极、主动的成长和发展。对于人际关系之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会啊，可能让你消极的一些状态啊，都会重新去做一个更好的调整，可以去解决这些沟通的麻烦，解决之间的误会，让你的人际关系质量是得到一个提升。你可能会要想不需要太多的一些数量了，而是呢去接触更给你好的情绪价值的人，在人际关系你也会建立更和谐、更牢固的一些关系，你也会在互相理解跟情感亲密度上面有更多的培养。总的来讲呢，近期其实会在自我的康复之旅，可以改善自己的幸福感，然后呢，也可以跟别人建立更深、更充实的联系，创造空间。自己呢是在做好的一个拓展，往好的一个方向、能量上面得到一个提升。在这种提升之后呢，月老就会告诉你，你的真正宠爱的人来到了，看到你的优秀，看到你的美好，他会给你传递更棒的一些能量。当然也代表着你当下呢，把自己的能量磁场提高到一定的状态之后，就会跟他接轨了，就会进入到相同的磁场里面。而即将来到你身边宠爱你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气场，而且走路呢是比较带风的人，是有自己的霸气，是有风风火火，看来是一个比较外向的性格。而且呢，他很有方向感，非常的有精神，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喜欢谁，知道自己想要建立怎样的爱情。所以一旦有自己喜欢的缘分出现之后呢，他是会积极的争取的，不会在那边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合、去熟悉，或者是犹犹豫豫的。所以这个人呢是蛮有力量，而且蛮有勇气的。他的姿势呢，站姿、走路应该都是蛮挺直，而且蛮自信的。他是一个很注意自己站姿坐姿的人，他也很注意自己的衣服或者是自己的配饰，他可能更喜欢穿着显示自己成功地位、显示自己时尚水准衣服，而不是过于的休闲、过于的运动。平时呢，当他进入到某一个房间的时候，某一个环境的时候，他的风度，他的那种气场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跟尊重的。这个人呢，多多少少也是很有决心，很有热情活力的品质所在的。他的眼神呢，大多时候都非常的笃定，很专注。他是跟别人可以四目相接，如果别人呢不把眼神离开，他也是可以不离开的。所以可以看到他内心非常的坚定。也就是说，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盯着对方，不会眼神闪躲的。
另外呢，她的身材应该是比较健康健硕的。女生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丰满有曲线，肉呢是比较结实的。男生呢可能就有一点壮哦，是很有力量的。他的周围呢有一种动态能量的光环，他会经常运动，并且也希望自己的体格是非常的好看的，对于自己呢又是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希望自己的身体是要有力量，可以迎接所有的挑战。那希望自己的心灵呢也是要有很多的力量，可以让自己不断前行。很不错，看来呢是一个长得还不错，然后身材条件呢也比较好的人。外貌气场上面呢，是一眼我就会让别人眼前一亮的，给别人带来比较光明、比较外向、比较开放的那种感觉，很有运动的气场、运动的身材。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关注自己内在成长的人。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追逐功名利禄，可能对于金钱呢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欲望的，但是到了达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开始向内看了，追求精神上面的幸福。他会在自己的心理、情感、道德方面都有不断的一些上进要求，他也是一个不断的去学习成长、保持积极心态的人。而且他的皮肤可能是浅颜色，就是偏白或者是偏黄，不会太过于的古铜色深色。也有可能呢，他头发颜色是比较偏浅的。如果你是在国外生活的话，那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外国人。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会染自己的头发。他很喜欢穿西装，很喜欢穿正装。他也是有一定的情商，懂得为人处事，很懂得说话，很懂得去在任何的环境该伪装自己的时候伪装自己，该包装自己的时候包装自己，该直接大方的话也会直接大方，该察言观色，不要去讲过多的话语的时候，他也很懂得，所以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他很喜欢穿正装，他也是心智非常成熟的，不代表他的年纪偏大，但是呢，他是一个老灵魂，或者是他有过一定的人生经历，是有一定的过去丰富的知识的，所以当下呢，他是很理智的，而且也是有一定的时尚品味，讲求生活质量的人。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礼物这张牌卡，看到他对人呢也是非常的大方慷慨的。你的运气很好哦，遇到了一个诚实有绅士风度的人。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也是很有道德、很有修养、很有素质气质的人。那么她的职业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有比较强的文字、图像、艺术创作能力，他也有找出因果逻辑规律的能力，头脑非常的灵活，他也有发现美的能力，审美力呢是比较强、比较在线的，还有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灵感具体化的能力。如果说他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他可以把头脑里面的一些想法都真实的展现出来。他如果是做设计的话呢，他就可以设计的非常的好，或者是可以做编辑啊、编舞蹈啊、编音乐啊，都应该可以蛮好的。如果他是从事艺术方面的也会不错。然后呢，他可能也是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这种媒体、网络营销等能力，还有就是跟领导关系、跟上司的这种相处融洽是很好的。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呢，他是可以做得很好。有可能他的工作是
保姆又叫老师，早疗教师可能是老师，教育他人、引导他人的，也有可能是测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那么就是需要比较强的专业度的领域了。也有可能他是司机或者是快递员，在做物流、交通这一方面的行业，也有可能他是行政人员，或者是作家、文字工作者、编辑，或者是做艺术，也有可能他是在家管、家事服务方面。看到呢，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未来宠爱你的人，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的有弹性哦。他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应该都做得还不错，所以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喜好去选择工作，而不是去看工资的多少。那么他的星座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多一些他的讯息。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射手座、天蝎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或者上升星座是射手座、天蝎座、狮子座、双子座、白羊座。他的星盘里面火能量是比较强的，确实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比较外向的人。那么他有白羊座的活力，精力充沛，行动力很强，乐观主义，正义感也很强哦，可以打抱不平，喜欢去尝试各种挑战，喜欢呢不断的做自我的突破。他也喜欢在人群之中呢脱颖而出，被大家所崇拜、所赞许的感觉，所以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注重自己的外表，注重自己的身材，在穿着打扮跟言行举止上面呢都很注重，有一定的个性呀，很特别啊，或者是很时尚。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心，喜欢去认识新的朋友，喜欢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喜欢接受新的一些文化、新的一些知识。对周围的事情呢，可能也经常会质疑充满着疑问。这个人很聪明，善于观察跟分析，能够迅速的理解新的一些概念，然后很快速的吸收反应。所以你跟他在沟通的时候呢，会觉得他蛮灵敏的，好像你讲什么话他都可以对应对接。而且他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呢，也是比较强的。他的适应能力很强，把他扔在任何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他都可以生长得很好。把他扔在任何的一个社交场合里面，他也可以好好的去表现自己，不会在那边害羞，不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他喜欢跟人互动，喜欢跟别人交流，也很善于用语言跟社交技巧来跟别人建立联系。他是一个天生好像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的好奇宝宝，喜欢接受不同的人跟不同环境的刺激。他不太喜欢沉闷或者是无聊的地方，他喜欢有趣的灵魂。他在感情里面呢，其实还是缺乏安全感的。不要看他平时非常的自信，很乐观，但一旦开始恋爱，并且全心全意的进入到爱情里面之后呢，他就也会出现一些患得患失。再加上呢，他有狮子座，很希望获得别人的这种关注，很希望可以征服自己喜欢的人。如果自己喜欢的人没有按到他期待的那种状态，没有给他很直白的这种爱的回馈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脆弱的感觉，可能就会缺乏一些安全感。特别有趣，其实在谈恋爱之前呢，狮子座一直都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相爱的两个人要经常黏在一起呢？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吗？但恋爱之后，他的狮子座特性可能就会明白，这样的一种黏人的方式呢，其实也是一种吸取安全感的方式，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待在对方身边的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那种患得患失的感受。
说到底呢，其实平日里他一副好像应有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内心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力量。特别是如果你爱他的话呢，也要懂得去顾及他的感受，有时候给予更多的一些肯定啊，更多的一些欣赏啊，更多的一些亲亲爱爱抱抱，去晒幸福啊，大声的把他介绍给你的朋友，介绍给你的家人，去肯定他，他就会很安心，他就会更多的热情，更加笑得灿烂的。另外呢，它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性，就是在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它是最能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反而是有很强的抗压能力。如果一切都很顺心，都很轻松的话呢，他就会大大咧咧，然后没有任何的计较。其实这个人呢，是有比较单纯的人生观的，他拥有射手座的那种追求简单的心理状态，他会让自己呢尽可能的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断的失去呢，也就意味着不断的得到，有失才有得。他认为简单的情绪，简单的生活，往往呢可以拥有更加简单的快乐。通过放下，追求简单的生活跟情感体验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内心满足跟快乐的。所以是一个不记仇的人，不会往回看，没有太多的一些需要疗愈啊，或者是过去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任何情感负担他都没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往未来去发展，往未来去创造吧。而且呢，有一些不适合的人，那就赶紧的离开；有些不适合的事情，那也就赶紧的离开，不要在那边拖延，不要在那边纠缠，算是比较果断的。还有就是他是有天蝎座的防备之心的，对感情呢也比较谨慎。可能在刚开始接触别人的时候呢，他会隐藏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身份，或者是真实的一些条件，特别是自己金钱储蓄上面的条件，会看别人的人品。在恋人选择上面，他更希望呢跟对方是可以情投意合，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不会过多的看对方的外貌啊，或者是过多的看对方的金钱条件。在他没恋爱的时候，他是会用足够的时间去奋斗的。其实多多少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去积攒自己的实力能力，积攒自己的金钱存钱了。那他不希望别人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物质的条件而跟他在一起的，他希望真的是用真心来连接的。所以最刚开始他不会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条件很优秀的人，他也不会背名牌包或者是开豪华的车，不希望呢太过于的显富来包装自己。但是一旦他认可了对方之后，他就会开诚布公，任何事情都不会藏着掖着，什么话他都会说，什么情况他都会真实沟通的。那么这边呢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不会轻易谈恋爱的人，他不喜欢玩爱情游戏。单身的时候呢就搞钱，就整自己的人脉，不断的去拓展自我，增加学识。遇见对的人之后，他就可以持之以恒，然后大家一起疯，一起玩，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确实还是很理智很优秀的人。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月老给你安排的人，这个人不错。好，他很多的时候呢可能都比较外向，但是他也会去做一定的修行，去追寻内心的这种平静，希望呢任何事情可以达到平衡，不要太过于的急躁了。他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可能有这种情绪暴躁的时候，可能知道自己呢敢于跟别人直面做任何的冲突，他喜欢直面表达任何事情，少一些猜疑，少一些隐瞒。那他
可能对于那些不公正的事情也敢于发表自己的一些态度，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一定会帮助的。如果有人在他身边欺负弱小的话呢，他是会帮助这个弱小去反抗这些破坏者或者是伤害者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遇到有人跟他争吵争论的话，他也是会反抗的，不会在那边受委屈。所以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他还是可能会去做一些冥想啦，可能时刻也会提醒自己让自己的心智要不断的成熟，更多的宽容一些。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的抗压能力是比较强的。一旦他进入到恋情之中的话呢，他认可了对方，他愿意承担另一半的麻烦，另一半的开支，愿意帮对方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金钱上面的问题，两个人共同的去创造未来，承担共同的该有的一些责任。比如说他可以赚钱养家，他也可以赚钱养自己的父母，养伴侣的父母，他可以为了给家人安心、安全、幸福而不断的去努力。有时候呢，他可能不会讲出来自己的一些苦衷，或者是很努力的去赚钱，但是不把这种疲倦感带给自己的伴侣。但是呢，这个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责任之心还是比较强的。在感情上面，有时候呢，一旦爱上了，就还是有一些感情用事，有一些感情包袱。毕竟两个人在一起，自己应该用心用力去经营。他喜欢户外的运动，但是很容易受伤，可能骑车的时候摔倒啦，或者是滑雪的时候摔倒啦，或者是总之呢，会有一些大大咧咧造成的伤痕。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火象星座嘛，可能比较外放，不会像水象星座那么的细腻，那么的细致。所以跟他在一起之后呢，要帮他注意不要受伤啦，要帮的注意去保养啦，照顾自己的身体。他是很希望获得从一而终的婚姻的，是很希望遇到对的人。很有可能月老告诉你来宠爱你的人，他是你的正缘，他很可能是跟你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你们会共建家庭，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他会好好的爱你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曾经的一些情感经历呢，都是比较肤浅的，那种爱的力量可能不够，但是跟他在一起就会很专注、很明朗。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他出现了吗？现在呢，先看一下他对你的真心话。很多事情都让他想起你非常的疯狂。他遇见你之后呢，有睹物思人这样的一个体验，他会不断的想起你对他说的话，不断的感受到你跟他之间有强烈的联系，对你呢是有比较强的依恋的，而且他很感激可以遇见你。对于你们的相遇，他有很强的感恩心态。有时候呢，有一点怀疑，有一点不确定。他希望你们可以建立非常真诚的沟通，他对你呢也是很真心实意的渴望的。你是我的幸运符，自从遇见你之后呢，他的很多事情都会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好，代表了
你给他带来了很积极的一些影响，你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增加好运的一些信念、一些观念，让他知道做哪一些事情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美好的。所以他会很愿意倾听你的一些想法，很愿意感受到你的一些正念，你会给他带来很好的变革、改革、改变的影响，带来正能量。你也会给他带来很好的一些体验，他很梦想你们可以未来一直在一起。在刚跟你认识不久哦，他就在想要跟你结婚啦，你穿婚纱什么样子，或者是你们结婚的时候要是怎样的一个举办，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们结婚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就会开始去幻想了。在跟你交谈的时候呢，他会感受得到跟你是有共同的未来建立幸福生活的希望跟期待的，也代表着当他很渴望建立婚姻，或者是很渴望有一个白头到老的伴侣的这个时刻，你们相遇的，然后他觉得你就是那个对的人，你就是他梦中想要建立稳定关系的人。你的诚实，你的脆弱呢，是他欣赏的，但是呢，又会让他有一些害怕。这一点会吸引着他，感觉到你是一个纯真、简单、可爱的人，但是呢，他又担心你，因为你的这种脆弱、诚实，也可能被别人欺骗，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所以他是对你又爱又想保护的这种心态哦。你们之间呢，可能会建立很好的这种情感依恋。他觉得跟你在情感上面有非常深刻的一些联系的，很强烈的这种欲望，想要跟你在一起。那么到底他出现了吗？我们就来揭示。它出现了吗？我们出现了倒吊人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呢，意味着一段暂停、自我牺牲，或者是等待着时期。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了圣杯侍从的逆位，可能代表着有一些情绪不成熟，或者是喜怒无常，或者是缺乏情感表达的这种状态，代表着这种感情有一些困难的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出现了圣杯9的正位，这张牌卡呢，又代表着满意、满足当下以及愿望实现的能量。那么到底它出现了吗？可以看到呢，很有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们是已经相遇了，并且你们在网络上有了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呢，可能断断续续有思想上面的交流，但是还没有现实可以面对面去相遇、去沟通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但是也许呢，你并不是非常的着急哦，也没有很着急说马上就要跟他进入到爱情里面。当下你们的联系啊，发展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也是顺其自然的，所以你还是比较满意。也有可能呢，对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他已经在你周围的环境之中了，可能你们还没有遇见，暂时还没有相遇。你们也许很享受当下的生活，也许当下呢，你可能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安排、要照顾、要去闯荡，你还不想很快速的去遇见他，或者是他当下呢，还不想快速的投入到婚姻之中，还需要再等一等。等一等，自己完成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再相遇。无论如何呢，你们相遇的时候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大家都稳定的，可以去进入婚姻，可以去顺利恩爱发展的时刻。当下呢，差那么一点点，不过
还是很享受当下的生活，所以不着急，可以再等一等，可以让这份爱情来得慢一点。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已经认识了这个人，你也知道是谁，但是你们还没有培养情感的机会，之间的这种情感表达或者是沟通方面呢，存在着一些困难、一些障碍，还不能好好的去谈情说爱。也许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是你的同事，举个例子，也许他是你的同事，你们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有情感上面的发展，所以只是很浅层次的在做交流，慢慢的再去做发展吧，没有关系。好像对于目前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状态呢，你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的宠爱你的人离你非常近了，你们的相遇可能有一些延迟，或者是有现实的一些障碍，但是这个人呢，他仍然会以那种令你非常满意的方式出现。无论如何，宠爱你的人最终他都会以一种很让你开心，很让你有积极的开始，或者是积极的约会的这种状态出现，只不过当下呢，稍微的等一等，那这种等呢也没有关系，这个讯息是非常妙的。那它什么时候出现呢？在不愿寻求孤独或内省的时刻，当自己愿意去寻找社交，去互动，去认识朋友，希望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走出自己的家门，去拓展自己人脉的时刻，那么就会相遇，或者是呢，就会增进你们的情感。当下可能还不愿意有太多，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时间去进行朋友之间的这种玩乐聚会。当他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是当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参加一些聚会啊，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的时候，就会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了。也许那个时候认识，也许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沟通，更多的一些交流。那你们之间呢，是会在一种有庆祝的气氛中，或者是在一种很欢乐、很有爱的这种气氛状态之下，去进行情感的互动。表明呢，在一些参加社交活动、参加聚会，或者是从线上的一些社交媒体认识，然后慢慢的在线下来相见，那个时候呢，是可以有更多真诚的沟通，可以去做情感交流的。当你们已经准备好，可以清晰的去表达自己想要什么，那愿意去追求，愿意去告白，愿意去求爱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可以了。也可能是在观看这个视频之后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们的情感就会递增，或者是你们就会相见，你们就会开始培养情感。那遇见他之后，要自己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吗？要去表白吗？月老呢，是鼓励你一定要去做积极的争取，要去主动，要去表现自己，要去展现自己的能力、喜好跟想法。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呢，一定要表现出来你是喜欢他的哟。而且呢，近期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主动的去建立一些联系跟关系。可能在追求的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出现一些不耐烦，或者是缺乏进展，或者是觉得好像自己努力了也没得到很积极的这种回应，可能会有一些不满意的状态。但是呢，一定要在积极主动的追求下，也要注意对方的情绪感受，尽可能的保持互动中的平衡。彼此呢要舒服自在，不急不躁，这个很重要。
就像我们手上如果有一把沙子，我们捏得太紧的话呢，这个沙子泄漏的就很快。如果我们只是把手放松的在这里的话呢，那这个沙子就会一直捧在手里面，不会很快的卸掉的。那么亲爱的，也代表着你要积极主动的跟新朋友去建立联系，但是不要急躁，不要仓促的去行事，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耐心。跟对方在互动上面呢，也要更多的公平正直，同时在一些浪漫计划上面，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行为上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考虑考量，不要太多的站在自己的位置去做邀请了。如果对方他确实有事情忙，可能拒绝你一次，并不代表之后你没有办法再去邀约他。如果只是因为拒绝了1、2次就放弃了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特别如果你是男生，对方是女生，他一直拒绝你，你一直邀请他，最后他绝对会被你的真心所打动，而且他会给你非常公平公正的回馈。你有多少的心思放在追求他的身上，放在对于他爱的表达上面，最后呢，他也会给你多少的用心，回馈这份幸福，回馈这份爱的力量的。一定要有浪漫的追求哦，请给予你的情感更多表达的真实性，也更加的一些开放，让自己毫无保留的去表达自己真心的一些喜欢吧。不要仅仅是嘴巴里面说我喜欢你，结果被别人拒绝了2次，那自己就灰溜溜的了，这不是真正的喜欢，好吗？真正的喜欢就是不断的要去争取。拒绝了1次、2次，如果拒绝了10次还在邀请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真心的，再怎么样都会给他机会了。如果不给他机会，那就自己是瞎的自己就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不是吗？所以宇宙告诉你呢，是可以去主动联系，也是可以好好的去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关系的，让自己拥抱爱情中更美好的体验。爱情是要积极的去争取，积极的去创造的，去感受美丽跟浪漫，真实的做自己，好好的表现自己哦。你是有情商的人，你也是有浪漫主义的人，真爱的话呢，一定是可以被你抓住的。所以亲爱的，月老鼓励你去加强联系，主动的争取吧，你是可以抓住你的缘分，抓住你的爱情。也许在前期你会投入多一些，但是呢，后面他会给你无尽的宠爱，请你放心，好好的去感受爱就好了。任何事情不留遗憾，尽力而为，最终你会获得满满的幸福。非常棒的讯息哦。所以亲爱的，去收获甜蜜吧。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月老会安排谁来宠爱你呢？我们来接收他给你的讯息。那么我们将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大家进行牌卡解读占卜。首先我们出现了金星爱这张牌卡，也出现了地球学校以及需要新的开始。看到呢，你当下对生活是有新开始的渴望的，特别是在自己的感情、爱情、人际关系领域里面，你很想去有更多的一些扩展，有更多新的可能性的发生。金星常常和爱、和美丽以及和谐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呢，表明你当下关注内心的一些事物，包括浪漫的关系、自我爱、自己的价值提升，以及人际关系里面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支持、更多的理解以及欣赏。在当下呢，你会不断的去学习，你会知道自己是在去经历精神成长跟进化的旅程。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的经历呢，都是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展的。在我们周围出现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有积极、有意义、价值的存在的，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自省。
所以亲爱的，近期呢，你的心态是特别好，很积极，很乐观，愿意去发现所有的美好，即使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情绪或者是一些负能量，你也愿意通过这些情绪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些认知，但不会陷在这些暗黑里面，而是呢，更多的光之回归，更多的看见美好的那一面。而且当下呢，自己也渴望更新，渴望生活有更多的改变，也表明你已经呢抛弃了所有旧的一些事情，去展望未来了，很享受当下。你已经准备好去开启自己浪漫的幸福生活，你也愿意去开始一段新的情感关系，或者是让当下的人际关系更加的甜蜜，更加的浪漫，更加的美好。你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个宠爱你的人出现了。那在这种好的积极状态之下呢，你不断的治愈自我，不断的自我发现，也在做更多的转变。你会培养人际关系更深层次的联系，在生活里面呢，体验到更多的爱，更多的一些满足。你也相信你内心的智慧跟直觉，并且你当下呢，正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会用新的一些角度去观察自己，观察周围，你也会更容易收获幸福。当下你是非常美好的，可以看到你的能量很不错哟。应该身边多多少少是会有被你能量所影响的人，是有喜欢你的人，或者是暗恋你的人，或者是关注你的人。身边呢，有人是可以看到你的光芒的，周围的朋友会看到你的积极的一些变化，所以当下呢，你的魅力是比较强的。在这种很好、乐观又积极的状态之下，宠爱你的人出现了吗？我们接下来就来揭示。那我们首先呢，要来揭示一下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是你期待的、渴望的他吗？一部分来为大家进行牌卡解读。首先出现家庭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呢，要么这一个来宠爱你的人，他就会像家人一样很关心你的幸福，会竭尽全力的给予你安慰，给予你鼓励，给予你支持，给予你帮助。他会无私的爱你，无私的照顾于你，呵护于你，会把你捧在自己的手心，而且感觉两个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要么呢，他就是你的正缘，是你的正桃花，他很想跟你建立家庭，建立联盟的关系。这个人呢，是很细心体贴并且大方慷慨的人，他听取你所有的一些意见，你的想法，你的需求，他也尊重你的原则，你的界限，他会让你感到你特别被他欣赏，他也会经常给你一些浪漫，给予你烛光晚餐，给予你一些意外的惊喜。他发现的所有的美食，他都想带你一起去品尝。他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如果自己拥有的话，他首先希望你能拥有。哇，他对你的爱很强烈哦，这个人有时候他会像情人一样给予你足够的甜蜜，足够的罗曼蒂克。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像你的爸爸妈妈一样，给予你无私的一些关注。你们两个人呢，还会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冒险，一起去没去过的地方，一起去感受不同的文化，会增加很多浪漫的情趣。这个人呢，他想寻找到一个跟他有相同价值观、相同人生梦想、目标愿景的人，并且他希望建立那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愿意支持彼此成长跟成功的联盟。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也很想找到一个大家同甘共苦的好朋友、知己。他要的这种爱呢，是可以彼此成全、彼此很好的合作沟通的。而他遇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就是那一个他想宠爱、他想保护、他想一起跟你去旅行、一起去
共建未来的人，任何事情呢，共同的商讨，共同的沟通，会希望两个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公开诚实的去做交流，不要有任何的隐瞒，就赤裸的在你面前。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可能也是通过网络去认识的，你们首先是在网络啊，或者是手机通信啊，或者是邮件上面有一段时间的联系，发现呢彼此都非常的坦诚，而且越坦诚越舒服，自己讲的任何话语他都去倾听，他也会尽可能的站在你的角度去做思考，去帮你分析，去帮你给予一定的一些建议，而你呢也愿意感同身受。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的他，但是呢，你们即使已经在一起恩爱很久了，还是会经常互相的发短信啊，朋友圈点赞啊，是有很多的话语可以聊的，也是可以及时的去做任何的商讨跟沟通，非常紧密的一种联系，非常棒哦，很好的恋人。他的外貌呢，我们出现了愚人这张牌卡，代表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年轻的外表，然后是一种很清新、很阳光、很开放的面容，脸上呢可能散发着一种热情，或者是散发着好奇心，他的眼睛应该是特别明亮的，然后眼珠子转动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而且他可能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他的穿着呢，喜欢鲜艳的颜色，但不需要戴太多的一些首饰，可能他也不喜欢带太多的东西在身上，他是一个希望可以有自由活动的人，所以穿着上面可能不会太过于的讲究，但是只要可以让自己舒服，也许喜欢穿休闲装，也许喜欢穿运动装，不太喜欢穿正装，他会选择那种很实用的衣服，然后体现他自己那种无忧无虑、洒脱的生活态度。他可能对于金钱呢、物质没有太多的一些依恋，不会太喜欢，更多的在于精神上面的自在，所以他喜欢轻装出行，不受任何物质财富的束缚，他也不会太过于的讲究当下的流行时尚，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些界限，或者是太多的一些包装，可能他更偏向于极简主义，更希望自己和大自然做联系，可能是一个并不墨守成规的人，喜欢按着自己的节奏前进，追逐与众不同，追逐一点点叛逆，或者是追逐一点这种自由冒险的精神。对于任何新的体验呢，他都是很开放的一种态度的。这个人呢，应该比较热情，比较乐观，而他的身材呢，可能并不是很高大，很结实、很运动的那一种，不是模特身材。虽然并不是很高，虽然身材的曲线呢并不是很强，可能不会在人群里面呢就是很亮眼、脱颖而出的那一种，但是呢，他应该是标准身高，身材呢应该也是标准身材，不会太瘦，也不会太胖，不会太过于的显眼，但因为呢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好动，所以也不会很容易发胖。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职业是什么。感觉他是一个特别天真、浪漫、可爱的人。他的情绪能力其实蛮强的，情绪跟压力的调试能力，不会去压抑自己，不会去让自己过于的伤心啊、悲痛啊，他会尽可能的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就是很容易去放轻松。那一些纠结的事情就不要去纠结了，有些
焦虑的事情就不要去焦虑了，可能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就会转身走开，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自己心情平复了，心情好了，然后再去解决这些糟糕的情绪，解决糟糕的事情。他也有挫折的耐受力，是一个有抗压能力的人，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跌倒了可以站起来拍拍屁股，总结一下经验，继续往前走的，不会让自己陷在过去。他也有比较强的分析跟判断能力，有自己的自我安全感，这一点很好，不会患得患失的。而且呢，他也会很有弹性，因为他是一个很想去保持新鲜度，保持新鲜血液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他的工作呢，就这一生的事业可能会不断的变化。这段时间我想尝试可能当老师，那下一段时间我可能想要去做摄影师，也许下一段时间我可能去学习其他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他很有比较强的利他主义，他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可以回馈社会，或者是帮助他人，给别人传递力量的。所以很有可能他选择的职业呢，有老师，或者是导师，或者是培训师，也有可能是医生、护士，包括兽医也是哦。也有可能呢，他是农业生产人员、养殖技术人员，就是做农业这一块的。也有可能他是会计师，或者是摄影师，或者是讲师。总之呢，只要他的事业可以给别人传递幸福、传递经验、有帮助的话，他都会非常的开心。他不会以这个工作的工资多少来评断自己，对于要成为老板啊，或者是一定要成为很有钱的人，对于这些他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他最主要的是自己可以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然后有丰富的精彩的人生经历。如果有一份工资可以挣很多钱，有一份事业可以挣很多钱，但是自己每天必须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是要加班加点的，他一定会辞职，因为时间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心态开心、舒适、自由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星座到底是怎样的星座，怎样的特质。确实想法很通透，然后很热爱自由，因为他有可能是处女座，或者水瓶座、天秤座、摩羯座、双鱼座，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太阳、月亮是在水瓶座、天秤座、摩羯座、双鱼座、处女座。那么星盘里面这种水的能量、风的能量是比较多的，那这些呢都是不断的在流动之中，也代表着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从出生到老死都待在一个地方，也没有办法一辈子只从事一个行业，喜欢呢做一些转变，喜欢呢有一些流动。但是当他在这个阶段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比较专注的，还是可以有高度的专注跟组织能力，还是可以在当下的工作上去追求完美，去尽可能的高效精准的完成当下的所有目标、所有任务，是一个力求完美的人。但他也有水瓶座的创新智慧，求知欲很强，而且呢很有敏锐的一些想法。有时候他是会被一些传统的想法所吸引，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被一些非传统的想法、一些新的概念所吸引。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而且呢很敢于挑战现状，很敢于不随波逐流，有一定的反叛精神。在社交能力上面其实他是比较强的哟。他有很强烈的公平正义感，做分析判断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是保持着公平公正，而且他也很重视人际关系啊，同事之间的联系跟合作。在任何人际关系互动之中呢，他都会考虑别人的一些需求，别人的一些观点，也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是有一定的情商的。而且他不喜欢
自己占太多的优势利益，让别人吃亏，这是不要的。最好呢，大家做事情五五分，一半一半，我收获多少的利润，你也收获多少的利润，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蛮好的。然后呢，他也有自律，他也会脚踏实地，他也会目标比较长远。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就在团队里面呢，他是可以给大家足够的能量，给大家足够好的氛围，给大家足够新的一些 idea， 激发大家的天赋的，是一个可以不断带领大家去突破一些思想的屏障啊，去获得进步跟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同情心的人。他非常关注身边的人的感受跟需求，而且他还很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他也多多少少懂一些艺术，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有一定的艺术才华，他是可以去做创造的，因为他的想法呢不会固执，而是寻找新的一些观点，他也不会受到年纪的捆绑，并不是说50岁了我就一定要稳重。50岁了的话呢，他可能依然会去学习一些乐器啊，学习跳舞啊，学习自己想去学的东西。总之呢，无论年纪，无论性别，他对自己没有太多的一些局限，只是享受当下，去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个很好。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确实很阳光，而且会有比较高的感染能力。另外呢，他的记忆能力是蛮好的，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怀旧，有时候呢可能也会去买二手的衣服，淘一些古着，或者是拍一些照片来做这些照片日记，他也会去回忆美好的过去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会对过去啊、对当下、对未来都会很欣赏的。这个人呢，也充满着爱，充满着信任，充满着诚实，非常注重人际关系中的真诚互动。他其实是蛮忠诚可靠的。成为他的家人或者是恋人的话呢，会觉得他像一个小狼狗，会觉得他像一个狗狗一样的单纯可爱，在大家彼此的情感上面相互的尊重支持。有时候呢，可能他也很愿意去听从对方的一些支配，愿意对方高兴他就高兴了。因为有时候呢，他还是会有一些犹犹豫豫啊，有一些压力啊，但是呢他是可以去应对压力，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有弹性，让自己有适应能力，随机应变吧这个人。而且他也很慷慨，很大方，因为他不太计较金钱，所以他有的也希望对方有，他没有的希望对方有。他可能只要对方想买什么，他有这个资金的话那就买，对方想要去哪里旅行，他有这个资金的话呢，那就满足这样的一个愿望。只要金钱是让自己可以开心的，是让自己可以幸福的，他就会去使用。也许他不会太过于的去储存，或者是太过于的去理财，也代表着是一个在情感上面很宽容、很大气、很愿意去理解、很无私的人。这个人呢，他重视过去的一些经历，也愿意去建立人际关系深厚的联系，并且呢，会慷慨的对待周围的人事物，是一个很忠实的朋友，或者是很棒的盟友。然后他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力，非常棒的性格哟。那么他呢，想对你讲什么话语呢？你和我认识的人都很不同，但是呢，我却感觉是那么的一种熟悉，是那么的一种舒适。他会觉得你身上呢是有很特别的一些品质特征的，会让他很容易把你跟其他人区分开来。但是呢，他又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很牢固，很容易懂彼此，
很容易去交心，很容易去做沟通，也非常迫不及待的想再一次见到你。跟你相见的时候，他感觉非常的愉快，有强烈的激情跟兴奋感，让他恋恋不舍。他很希望呢，可以跟你重聚，可能刚你们分开几分钟，他就又想跟你再一次的交谈，共度时光了，非常渴望可以有你的陪伴，非常渴望呢有你在身边，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感觉非常的放松跟舒服，感觉到一种真诚感，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做自己，在你面前呢，他不需要包装，不需要任何的伪装，是很踏实很开心的感觉，而且他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而且呢他会觉得好像是很安全的，你是一个他值得信任、值得认真付出的人，你是不会伤害到他，你应该不会想占他便宜或者是利用他的。总之呢，他对你非常的放心，而且他会觉得你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情感，甚至对他的潜意识都是有影响的。在他的心中，你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白天他会思念你，晚上呢他会梦见你。他是一个其实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的人，但是和你在一起呢，他感觉到很安全，他感觉到自己是被接受的，自己是有一种很强的归属感，让他愿意跟你很敞开心扉的去做互动。你跟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同，而你是绝对值得信任的，可以看到他觉得你非常的靠谱，而且呢他很认真的想跟你待在一起，并且对你呢是非常的欣赏跟肯定。很棒很棒很棒。好，接下来呢他出现了吗？出现了吗？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首先是权杖5的正位，代表着可能有一些挑战，可能跟这个人的互动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或者是冲突，但是呢你们会有新的一些开始。这权杖王牌代表着会有热情的爆发，也许你们有潜在的新机会。然后圣杯王牌这张牌卡呢，代表着情感的满足、爱情、动心或者是新的关系，代表着你们之间呢有情感上面的共鸣，也许互动的联系上面会有更多积极的一些效果。所以这3张牌卡结合在一起，代表这个人可能已经出现了。也许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们2个人并不会一见钟情，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在刚认识的时候就很熟悉、很甜蜜、很快的进入到这种求爱追求之中。但是呢，可能也许突破了一些障碍，突破了一些挑战，突破了一些困难之后，或者是有更多的互动之后，发现其实这个人呢蛮不错的，你会用新的一个角度去看他。也许你们有更多的接触互动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会给你带来激情，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认可，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有这种心动的能量。你们之间是有培养情感的机会的哟，会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能量、新的浪漫、新的甜蜜的互动。所以这种层次呢，从刚开始可能有一些偏见，或者是有一些不熟悉，然后很快的就会转变到互相的惺惺相惜，互相的好感，互相有比较强的吸引能力。而这个人呢，很可能你们已经认识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对这个人也许还只是浅浅的认识，对他还没有动情，因为还没有更多一起去活动啊，一起去玩乐的机会。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他已经在你周围的环境里面了，你也许
见过1、2次面，但是对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印象。但是之后呢，宇宙月老会安排你们有更多的一些互动、约会或者是聚会的，然后你会看到你对他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喜欢。那么最后遇到这个人，然后你又对他有心动了，你需要积极主动的追求吗？金币9这张牌卡呢，象征着一种自给自足、独立的能量，所以不需要太过于主动的去追求它，可以让自己在最舒服的情况之下，也不需要过于的被动。你们2个人呢，还是会有一些突然的变化，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会干扰到你们的情感，会有一些挑战，但是这些可能现实的一些突然的挑战跟变化，反而会让你们的感情有更多的增长或者是转型。也许正是因为有一些考验，或者是有一些难关，反而让你看到这个人是值得托付的，或者是这个人是值得关注的。无论如何，还是听命运的安排，顺其自然，保持自己的自信心，保持自己的美好，自己的幸福感。如果你们合适的话，肯定会在一起的。如果他离开的话，肯定就不是那个对的人。那这边呢，月老也在暗示有可能你太过于积极主动的去追求了，但是现实呢会安排一些突然的变化跟挫折，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让你感觉自己好像这种追求没有得到你期望的这个结果，然后你出现了一些消极呀，或者是悲伤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呢可能会动摇你们之间情感的这种舒适度，可能会让你反而更多的一些急躁，做错一些事情，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冲突。所以宇宙告诉你还是先做思想上面的沟通，这段情感呢不要急不来，而且单方面太过于的激进的话呢，可能也会让对方有一些没有办法太快的去接受。但是呢，你们之间是可以去建立很开诚布公的沟通交流的，你可以直接的去表达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和你的期望。在前期呢，你们2个人可能在行动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的，也许你做这件事情本意是好的，但是他接受到的讯息可能是他觉得不平衡、不舒适的。所以最刚开始还是要在思想上面做更多的磨合，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去分享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意见，然后呢更多的去了解彼此的一些价值观啊、爱情观啊、金钱观啊。然后当你们彼此更多的去懂对方之后，就不太容易出现一些想法或者是行动上面的误会了。只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是愿意去跟对方建立相互的尊重，也愿意有一定的边界感的话，其实这份情感呢会去建立很健康、很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花一段时间去培养共同的认知，去给这份情感打好基础。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激进，不要太好强，让他不要感受到那种很强的征服欲望的话呢，你们顺其自然，一定会细水长流，一定会越来越自在舒服的。主要他是一个愚人傻瓜，是一个不太受控制的人。你越是想要抓住他、控制他，他越是要跑。你越让他感觉到自由自在的话呢，他反而会向你靠得更近。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越去抓越抓不住，你越是放任他，越不管他，他反而会到你的面前来去争取你。所以亲爱的，可能这个人呢，他是喜欢他去追求别人的人，不是一个喜欢被别人追求的人，说不定无论如何，慢慢的发展吧。最后呢，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月老呢派了一个很棒的人来宠爱你，敬请期待吧。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
亲爱的，月老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呢？将一部分一部分为你传递哦。那么首先看到近期呢，你拥有土星的能量，很多时候都是脚踏实地，并且比较现实主义，很务实，可以在生活习惯上面去做积极的调整，也在有更多情绪上面的自控，生活上面的一些自律。你正在给自己一些限制或者是约束，让自己呢可以接地气的清理你的能量，告别一些消极，告别一些负能量，告别一些糟糕的状态。目前呢，看到你也在积极的去做一些休息练习，比如说调整自己的深呼吸，或者是定期的去做一些冥想、瑜伽，也可能呢，你正在寻找自己内心中更多的一些稳定感跟内心的平静。当下呢，你正在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思想不断的进行一个联系互动，也有可能你会去公园散步啊，你会坐在水边啊，或者是去大自然中走一走，让你更多的释放压力，恢复能量的平衡。也会可能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说慢跑、跳舞，或者是去做一些手工活，让自己的身体呢有更多的一些释放，促进你内心的这种活力跟幸福感。当下呢也会更多的可能喝水啦，那更多的冲凉啦，或许做 SPA 啦，或者做按摩啦，想尽办法去净化你自己的气场，在个人的原则跟边界感上面也是有增加的，在人际关系活动之中呢，都在设定一些健康的标准，并且也保护你自己的能量，维持你自己的幸福，敢大声的拒绝，也敢很开心欣然的去做接受。可以看到呢，你正在有更大的一些韧性，而且在内在的力量上面呢，也正在成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去克服现实的挑战，让自己呢更多拥抱转型，接受转型，往好的一个方向正在成长，正在转变。自己在思想上面、行为模式上面也在做一个辞旧迎新，更多的一些更新的能量是越来越好哦。所以可能慢慢的在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上面都有一定的调整。那么越来越好的你，月老会安排谁来宠爱你呢？将来到你身边宠爱你的人，他是你的双生火焰，非常棒的消息。你跟他之间呢是有很强烈的精神上面的联系的，有时候可能大家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眼神都懂彼此，知道对方是有怎样的感觉，知道对方呢想讲述什么，而且呢他会是你完美的伴侣，你跟他之间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一些纽带的，即使在第一次见面就很容易合拍，即使在第一次见面都很容易去懂对方，也非常愿意去倾听对方的一些想法，对方的一些故事，对对方呢保持着好奇，你有多爱自己，你就会有多爱对方的这种状态哦。两个人呢也会是像灵魂伴侣一样的非常强的这种深厚的渴望，深厚的友谊，深厚的情感，并且你们两个人是有前世姻缘的，你们之间的关系缘分呢是从前世延续下来的，可能彼此呢也会有一些业力的教训，彼此呢也会在今生一起去解决前世没有完成的事情，一起去做很多探索，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们之间无话不讲，无话不说，是充满着这种信任感的。当然两个人呢在建立忠诚的这种信任感之前，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谣言，或者是经历一些负面的八卦，可能会有人或者是事情想要干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想要破坏你们之间的情感。那也有可能呢，在认识初期的时候，有人不想让你们两个人好，
他会在你面前讲一讲对方的一些不好的话语。那么月老告诉你哦，其实有些话语呢，有些事件是考验你们两个人的，反而最后是促成你们两个人站在同一个战线，看清楚周围人的一些真相。所以不要轻易的去下任何的决定，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别人给你的一些观点呢，你要去质疑一下，因为不是你自己经历的事情，不是你自己去相处的人，你就不要轻易的听言闲语了，不要轻易的去下判断。真正的去认识接触之后，然后再去做分析，再去做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当然很多事情呢，当下可能看着是阻碍，但是经历过后，你会看到满满的收获。好，这个人呢，他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人，他的心态特别年轻，他充满着活力，也许他的年纪还比你小。这个因为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有很多人，所以总的来讲呢，他要么心态比你年轻，要么年纪是比你小一点点的，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新鲜感，很多的热情，并且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有很多的一些乐趣，很多的一些尝试。可能这个人他不会在初见面的时候就会跟别人很容易熟悉，而是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可能看着是比较冷酷的，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冰雪国王这张牌卡，好像是有点保守有点距离的人所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不会是展露着自己的笑容很亲切，而是呢可能有一点酷酷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有弹性并且拥有稳定性品质的人。他不会跟谁都是非常的友好，都是谈笑风生的，他是一定有区分之心的，一定是他觉得为人还不错，有一段时间观察之后，他才会去跟别人聊更多，才会愿意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房，所以他是慢慢去开放的人。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貌样子。外貌这张牌卡呢，出现了女祭司，代表着她是有神秘的光环的。一般呢，她会比较安静；一般呢，她是很知性的人。她可能在自己的举止行为上面呢，都是感觉很沉着、很谨慎、很平静的。他是一个给人散发着平和能量的人，外表上面看着是很朴素而且很优雅的。他可能比较喜欢低调无华的一些时尚衣服，他不喜欢背奢侈品，他不喜欢用一些豪华 logo 的一些东西，他也不喜欢身上搭配太多的一些颜色首饰，他可能更喜欢黑白灰这种比较纯色的颜色。那衣服呢，可以讲究一点点质量，但是是一个不张扬很低调的人，并且他的眼神呢，应该是蛮聪明蛮灵敏蛮睿智的，可能感觉他是有穿透看清楚真相的一个眼神，比较犀利，非常的深邃，也有可能像是可以看透别人的灵魂本质一样。他也是很追求自己的直觉能力。这个人呢，有很强的安静力量，不多言多语，不做一些浮夸的动作，也不会去显露自己的霸气，尽可能的讲话温柔轻声细语，而且精简简单。走路呢也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拿东西呢也是轻拿轻放的，感觉可能也是有一定教养的人。那他的身材可能是稍微偏高，但是呢就是标准身材以上，但是不会是很健壮很运动型很强壮的那一种。他可能喜欢看书，喜欢学习知识，但并不是很喜欢去做运动，可能也不愿意去参加一些体育比赛。
对于马拉松啊、骑自行车啊、冲浪啊这些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极限运动更没有追求了。他不追求太激烈的一些动作，这个人可能不会过于的外向，但是他也许是苗条或者是精致的一个体格。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他的事业能力。这个人的学习文化程度应该还算是比较高的，喜欢学习，也许文凭也不错。他有文书事务处理能力、写作能力、演说，以自己的表达能力、思维传达能力，还有自我管理能力，是可以自我约束的人，不会放纵。那也懂得守时，懂得自律，并且呢，也有很高的思考学习能力，喜欢不断的去突破自我，增加自己的智慧知识，很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注重自己头脑的聪明文化的吸收，不是很注重身体上面要像模特身材啊，或者是很注重自己的外表美感啊，更多的注重自己的内在，还有就是他的管理计划分配工作给他人的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策划。那么他的工作呢，有可能是健身教练、瑜伽教练，或者是按摩师，或者是会计啦、银行职员啦、财务啊、出纳啊、记账人员啊，也可能他在做旅游，或者是餐饮，或者是酒店服务人员，也可能呢，他是一个创业家、企业家、商人，未来呢是想要从商，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有可能呢，他就是找一个稳定的饭碗做公务员。那么他的星座是什么？看到他涉及的行业好像还是比较多的，代表着他的能力呢，实际是比较强的，但是他很懂得抓住时机，他也很懂得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很有一定的计划跟谋略。那么他也有比较强的天蝎座的宽容之心，有一定的包容之心，是比较大气的。大多数时候呢，他不记仇，他不会计较，尽可能的不给自己惹太多的一些麻烦，不让自己的思想混乱，但不代表他是很好惹、很好欺负的人哦，只是说他是可以宽容大度、体贴他人的。另外呢，他也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对世界有很多方面的一些看法，不断寻求一些新的经验啊、新的一些信息，喜欢探索不同的观点。是也可以轻松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因为文化知识还是比较多、比较知性哦，所以在沟通、语言、逻辑思考能力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呢，他也有射手座的冒险精神，是乐观、热爱自由的人。他喜欢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视野，打开自己的格局。喜欢去旅行，去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国度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他喜欢学习，不断的呢可以开自己的眼界、开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上面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成长，非常的谦虚哦。还有就是他有摩羯座的实际主义。很多时候呢，他会有自己的自信，但他的自信呢，是一种对自己需求想要的决心，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自信，而不是对自己外表上面的自信，而是对自己的技能上面的自信。可能有时候呢，他也会有自我怀疑或者是抑郁的时候，看到别人发的朋友圈都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漂亮啊，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低落。但是呢，他有韧性，他是有决心克服障碍，并且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不会太过于的着急哦，不会太过于的外向，看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不足，慢慢去修正就好了。是一个好像年纪越大，然后越有气质、越优雅、越漂亮或者是帅气的人。因为年纪越大，很多的美呢都是从内而散发出来的，他不会去做可能整形啊、微整啊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更注重的是内涵。好，他也有水瓶座的创新、进取、人道主义，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的生命呢有一定的意义价值，而不仅仅是挣钱自己花，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那么他也是有一定的深度、有一定远见的人。好，接下来在感情里面，他非常的专一哦。有时候呢，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过度思考，有时候可能也会因为想要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在决定行动之前，先要好好的谨慎去分析，所以也可能让自己比较容易出现拿不准主意，需要一长段时间的犹豫，甚至可能拖延症。那这个呢，需要理解他一下，他希望自己做出来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都是完美的，所以在他行动之前，他会用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思考、去纠结，而且他很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突破障碍，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是可以成功的，在自己的人生上面是辉煌的，所以有一定的野心。但这种野心呢，在于自我的一些突破、成长、获得成功，而不是说获得很多的欲望跟权利。好，这个人呢，他希望获得永恒的爱，希望自己呢可以无条件的爱自己、爱他人，希望呢获得白头到老的爱情、一生一世的婚姻。所以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专注的，他是专一的，他不想三心二意，也不想去玩爱情游戏。可能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也许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发烧啊，有一些小的这种病痛啊，所以要注意多多的保养。平时呢，他不锻炼的话，你还是要督促他锻炼的，以免老了之后呢，自己身体是有很多的一些伤痛，而且呢，可能他是一个有过情感悲伤的人，需要隔一段时间就去做一下疗愈，就去做一下自我的康复。他可能也需要很多的一些照顾，这种照顾呢，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信心，更多的一些健康的力量的。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持者，希望给别人提供好的一些帮助啊、指导啊、鼓励啊，或者是智慧。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他是无私的，他愿意帮助对方成长，激发对方的天赋。只要对方越来越优秀的话，他就会觉得越来越开心。有的人呢，就是有嫉妒之心的，生怕别人比自己好了，但是他呢，就是有一定的利他主义的，希望呢身边的人都比他好。如果身边的人都比他好的话，他自己也不会差。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会不断的去学习关于爱、关于韧性、关于相信自己的重要性的。那他对你的真心话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呢，虽然可能有身体比较脆弱、心灵比较脆弱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比较纯真跟可爱。首先，我希望你幸福，即使这意味着没有我。那其实他真的挺不自私的，在爱里面呢，他对你的幸福感是高于自己的愿望的。
只要你开心，他就开心了。即使最后你们不在一起，他都会衷心的祝福你，他都会关注着你。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他帮助的话，他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一定会伸出自己的援手的。他是一个可以无私奉献，并且在感情里面可以牺牲自己感受、牺牲自我的人。他会优先考虑对方的幸福，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有同情心。他为你做的一切都感到很骄傲，他是非常欣赏你的。他会看到你的光芒，看到你的上进心，看到你的努力，并且呢，他会尊重你的人生态度，你的人生选择，对你呢是一种支持跟肯定的动态关系互动的。谢谢你对我这么的有耐心，你对他的好，他都看在眼里。你对他呢也是会有理解，也是会有宽容，也是会有耐心的，所以他非常感恩认识你，非常感恩呢你们可以建立感情，他会对你好，他会记住这份情，他喜欢呢在你的身边享受跟你之间亲密，跟你之间的这种舒适感。你们之间的爱上面呢，肯定也是会有很深刻的互动联系的，肯定会非常棒的给予他足够的满足。这点上面要请你自信吧。两个人呢有更多的一些探讨，有更多的一些亲密接触吧。他喜欢和你肌肤之亲。当他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呢，感觉整个世界都停止了，他也会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其实他很喜欢你的眼睛，他很喜欢看着你的眼睛，感受你看他的这种眼神，会让他感觉得到很沉迷，会让他有一种被爱的感受，并且他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这种享受当下的感觉。你对他的吸引力蛮大的，他很迷恋你，你有非常强的诱惑力。只要你深情的看着他，他就会脸红害羞非常有趣哦。这个人真的好可爱哦，好纯真哦。好，接下来他出现了吗？你们之间的情感可以好好的珍惜哦。你看宇宙给你的讯息。首先3张牌卡逆位，然后呢出现了宝剑骑士的逆位，代表着当下呢感情上面出现了一些延误，或者是缺乏方向，可能还没有相见，或者是呢在你们相见的这个机会上面还没有进展，还没有可能性。然后宝剑8这张牌卡的逆位呢，代表着一些限制，会感觉到被困，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稳定，金钱上面、事业上面有一些不太安全的状态，也可能当下呢你们两个人还没有见面，因为还不在一个好的时机，他当下也许生活里面还有一些混乱，没有办法很好的稳定下来，自己都在一个比较可能糟糕的境遇里面了，那是没有办法去分享爱，去建立爱情的。他没有办法把好的那一方面传递出来，所以当下呢，他可能正在去建立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稳定，更加的舒适。在生活里面遇到了蛮多烦心的一些事情要去处理的，很多的挑战呢他要去处理，当下他的想法还是有很多不清晰盲目的地方，也可能当下呢他的年纪还很小，也可能当下呢自己还需要更多的一些定性。
所以你们两个人相遇是可能会有往后延迟的，当下是比较矛盾的时刻，不太适合相见。相见了也没有办法去培养感情，他也没有任何的时间精力放在爱情上，可能当下呢，他更多的放在自己金钱的收入上面，或者是自己的事业上面。如果他金钱状况都很不好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去约会。当下不在一个好的时机。那么什么时候你们可以互相的认识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女王这张牌卡，代表着直觉、同情心跟情感成熟。所以当他已经离开了纠结、焦虑、担忧的这种情绪，可以让自己感受到爱，可以让自己享受到爱，可以让自己分享爱的时候，你们就会相遇。并且呢，宝剑五这张牌卡代表着一些不和谐跟挑战，稍微等它成熟一些，然后你们遇到彼此呢，会有更多的一种开放态度去互相做沟通，并且找到解决现实障碍的一些问题。两个人呢，可以给予更多彼此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培养你们之间的情绪。而且当他可以放下防备之心，或者是当你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治愈过去，愿意去培养新的情感，愿意给予足够的一些精力啊，或者是好的状态，接受新的人事物来到身边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会相见了。所以当下他跟你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去建立长久的情感，去做磨合，各自呢都还有一定的界限，不是非常的渴望爱情。当下可能更多有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问题事理要去处理。等一切都雨过天晴了，等一切都非常的顺心顺意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锦上添花，他也可以享受生活，然后培养情感。然后权杖九，权杖这张牌卡呢，代表着春天，所以很有可能是明年春天之前，或者是你看到这个占卜视频之后的9个月左右时间，你们就会相聚认识。那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有感觉，你是要去积极追求这份爱情吗？我们这边出现了太阳的逆位哦，月老告诉你，不需要太过于着急的去追求爱情，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也许在认识到心动，到有更多的约会浪漫，到建立恋爱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许可能之间呢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呢是让彼此有更多的疗愈，有更多的一些恢复，是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死亡这张牌卡，代表着转变、结束和新的开始，所以最好是享受当下。这份情感呢，其实可能给你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冲击，让你在思想上面有很大的一些转变。也许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这个人是否会宠爱着你，但是慢慢的有更多的交情，有更多的互动之后，你会发现彼此其实都在做一些调整，都在自己的想法上面有更多的宽容，有更多新的一些感知，也在重塑自己的爱情观，在做一定的修正。最刚开始是不太合的，可能在一些沟通或者是行为模式上面很容易出现误会，
但是呢，你们缘分是比较强的，因为月老安排给你的，所以这个人会激励你变得更加的有智慧，那你也会让他的想法更加的通透，两个人都会有更多新的一些明朗的想法，然后越来越有在一起可以沟通的状态，越来越和睦，越来越在一起舒服，越来越多的信任。所以呢，不用做太大的一个动作，就是顺其自然，并且去做自我的积极的调整。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呢，你要相信你们最终的结果是很积极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些，也许是分分合合，也许是有一些纷争冲突，那无论如何两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转变的。你只要不放弃你的爱情，你只要呢去更多的做一些自我的反省，并且相信自己，只要你自己越来越阳光，越来越乐观，积极的给予正能量，给予正念，相信你会收获幸福。你只要真实的去做沟通，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希望，在这种真诚的沟通以及积极的信念之下，最终你会有很好的一个转变，脱胎换骨，那么化茧成蝶，就是你也就是他，两个人会因为彼此在一起而有更多的一些突破，在智慧上面会猛增，在自己的精神价值观上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格局呢会放得更大。那么在倾听他的一些想法，刚开始你也不认可，后来呢你会觉得，其实他的很多的想法都很与众不同，你慢慢开始接受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去思考问题，那么你们就是1+1=2，或者是1+1大于2了，最后呢会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一些亲密，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感官跟智慧哦。那他呢也会很好的去宠爱着你，表达对你的忠诚，表达对你的专一，会给你比较强的安全感的。亲爱的，未来可期哦。也许他并不是你一见钟情的人，也许呢他跟你的择偶标准还不太一样，但是最终你会知道谁是适合你的，他可能才是适合你的，而不是你现在所设定头脑中的理想恋人。所以保持着一个开放之心，去接受周围所有的人事物吧，去倾听，去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宠爱你的人迟早都会出现在你准备好的时刻，你一定会收获幸福的，你值得爱。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